揭秘古代冷宫妃子们的真实生活。冷宫一个冷字可以概括一切，这里是一个冷清的没有人气的地方。在很多宫斗剧当中，皇帝一不开心就把嫔妃皇后打入冷宫。电视剧里演的他们被打入冷宫之后，会住在一处别院，精致着过着小日子，每天吃饭散步晒太阳，好像日子过得还挺惬意，而且还有机会去策划一场和皇帝的再一次相遇，反败为胜，重新得宠。但是历史上真正的冷宫可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的多了。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叫做冷宫的宫殿，冷宫一般指的是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子，地处偏僻，除了每天有送饭的宫女太监之外，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，而且你的生活处处受到限制。冷宫别院稍微大一点的，你还可以自己走动一下，而差一点的呢，就是一个小柴房大小的平房，你吃喝拉撒都得在里面，只有一个小窗户，是让宫女和太监们送饭的。这里阴冷潮湿，冬天没有暖炉，夏天炎热潮湿，任由蚊虫叮咬，而太监宫女送过来的也只是残羹冷炙，因为他们是不会同情一个被打入冷宫的人的。凡是被打入冷宫的，基本上这辈子都没有再翻身的机会了。像电视剧里演的女主被打入冷宫，想靠着自己的智慧再一次到皇帝面前，那这种概率比现在的中彩票还要小。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得了病也没人医治，只能是在冷宫当中了却残生。在我国历史上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当中，最惨的恐怕要数明熹宗的玉妃了。玉妃被打入冷宫时，身怀6甲，而且即将临盆。玉妃本是宫女出身，因为长得好看而被皇帝看上，很快就有了身孕。但是性格刚烈的她，完全不适合后宫生活。她得罪了很多人，就在她即将临盆的时候，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，称孩子出生完肯定有问题。玉妃欺君犯上，这明熹宗就听信谗言，一气之下把她打入了冷宫。玉妃就这样被人带到了皇宫中的夹道里，没有瓦片，没有睡觉的地方，要经受日晒雨淋的痛苦，和露宿街头没有什么差别。而且客氏还下令断绝了她的一切隐私。就这样怀有身孕的玉妃，在夹道中经受风吹日晒雨淋，挨饿受冻，度过了14天之后就病逝了。还有在清朝的时候，慈禧太后把珍妃也关在了小黑屋里，真的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呀。被打入冷宫的珍妃，尽受宫女太监们的欺负，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她头和脸上都很脏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形如乞丐。你看这样的冷宫生活，失去了自由，也失去了生存的希望。这各种滋味只有当事人最为清楚，而我们后人只是单纯的讲一讲，听一听都已经被吓得不轻了，更别说是自己去亲身体验了。所以我觉得这冷宫应该改个名字，叫惨宫或者是行宫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